继续来拆这个冰箱贴，这是一个薯条，还有一些贴纸得自己贴一下。诶，断了，没事没事，下面还有一个，这个贴纸稍微有点脆弱，得小心一点。有那味儿了，还有一些小贴，诶，又断了，还有一些小贴纸就随便贴贴吧，爱贴哪贴哪。再把这些薯条都装进去，它这每根薯条都是一个封口夹，不仅好看还很实用。巴拉巴巴巴，下一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收纳盒，不过全是外文，看不懂。就是这么个透明的磁吸盒子，可以放一些比较顺手的，比如橡皮筋、保鲜膜什么的，随便塞一点，不然没有存在感。下一个又是夹子，款式不太一样，直接跳过。下一个老虎机，哇，3个7是不是很大呀？也是个提供情绪价值的小玩意，买个玩具摇一摇就好了，千万不要去玩真的。下一个是个微缩的冰箱模型，东西有点多，突然就后悔了。不过小东西还是挺好看的，有一点比较烦，它个别东西是半成品，要么就得自己贴一下贴纸，要么是需要折一下的纸盒子。比如这个吃它大热狗，折完贴完之后还得一个一个往里塞，有点麻烦。但是它东西特别多特别杂，根本就塞不下，根本放不完。硬要全塞下去的话，它是关不上的。算了，这个就静下心来塞，毕竟是小装饰嘛，其实挑自己想放的就行了。而且还有一堆怪东西根本就不属于冰箱，然后其实这些小东西最好都要拿胶固定一下，不然肯定是会乱的，好麻烦，还是别买了吧。最后是一个计时的蛋，纯机械结构，直接扭一下它就会开始计时，最大就是转一整圈，刚好1小时，到终点附近还会有音效提示。这种纯机械结构其实在空气炸锅上也很常见，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你设定的数值不会太精确，至于它的走时准不准呢，大概试了一下，这里扭的刻度会比5稍微大一点点。5分钟时间到了，这个蛋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，刚才多拧了一点吧，现在也就剩下一点，所以这个走时也是比较准的，就是拧的位置不会太精确。一共就这么多了，就这样吧，下课。就这还是降暑神器？解锁夏日清凉体验，捏捏里面是水和冰袋，用力挤压可以将内袋捏破，一直有它冰粒子从里面跑出来了，继续不停的捏，不停的捏，已经有够心凉的感觉了。不愧是我的降暑神器，已经慢慢结冰，完全变成沙冰捏了。沙冰捏乐，就这破玩意还能降温降暑？听它的捏着确实是感觉到变凉了，在今天大概30度的室温下降到了个20度左右，现在里头看起来有点像是芦荟胶的感觉。再拆一个，刚开始大概就是一个室温30度，然后捏碎了之后大概会降个10来度，和前面那个结果一样。所以这个冰沙捏就是看起来的那么一回事吗？其实没有那么夸张，主要还是它这个结冰的过程是不可逆的。这回已经是第2天在拍了，原本的液体混合物也完全变成了这种固体，这固体我也不知道是啥，反正绝对不是广告里说的冰沙，而且此时它早就没有任何冰凉的感觉了。刚开始就是这么一个小袋子，还有周围的水，最后化成一堆凝胶，中间经历的大概就是某种吸热的化学反应吧。这几个捏下来最低的温度在一个16点几，这和真实的冰块肯定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并没有广告里吹的那么神。这玩意就是一次性的，而且效果也一般般，倒是可以多进点货，趁个大热天拿去景区里面卖，拿来收割游客还挺适合的。真要指望这玩意降暑的话，还是算了吧。就这样，下课。被一条视频震惊到了，刚开始以为就这，然后什么？马上就买了一个同款回来，这是一个轨道惯性车，买到了一个红色的，视频里面是蓝色的这款，不知道型号不同会不会影响它爬墙。爬墙的原理也很简单，它这底下是磁铁，所以只能爬铁皮、铁门什么的，也就是说视频里肯定是一扇铁门。这个就是铁的，好像不行，有点为难它了。铁的消防管道没起来，再来一遍。铁的消防门，这个缝有点大，试了几遍都不行，边上也没爬上去。我证明一下，这真的能吸得住，而且它能在上面跑。
决定能不能上墙的因素有很多，地面的粗糙程度，还有门和地面的距离等等。我在这附近试了半天都没找到一个适合他上墙的地方，难受啊，总感觉就差一点点，他但凡能敲个头，再但凡，对吧，就可以上来了。换到了门对面，还是不行，直到这里。我就说他可以的吧。其实我感觉只要地面稍微粗糙一点，让他翘起头来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刚才是今天唯一一次成功上墙的，后面再也没有试过了。理想很美好，实操起来有点难受。得了，折腾了这么久，来看看它的正经玩法。把这些零件组装成一个轨道，当然它轨道也是可以磁吸的，这根环形的轨道组装起来也特别简单，2下就好了，而且是软的。小车在这里就是随便跑的，这才是它的归宿。在轨道上也吸得很牢，速度多慢都不会掉下来。我感觉正经的玩法也就那样，挺无聊的。话说它这里还有这么多零件是干嘛用的？等等，舒服了呀，家人们。就这样吧，下课。最近有点热，整个手枪风扇，这风力还可以，纯机械结构，只要不停地扣动扳机就可以了。再就是软的叶片，所以不会伤到人。时长不太够，所以拆了吧。拆这玩意还走了点弯路，扒了半天都扒不开。结果是这里还藏了一个螺丝，打开就能看到核心的部位了。一个回弹的扳机，传动着一个又一个齿轮。不过还是奉劝大家没事别拆这个东西，我的装回去已经不会转了，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大概得再买一个对照才装得回去了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下课。新鲜玩意，有没有听说过空气架子鼓？这里送了一张鼓位图，用来辅助练习的。另外，我是一个完全不懂的小白啊，所以等下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请喷。空气咚咚 ，air 咚咚，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很简单，除了各种充电线，就是2根鼓槌，一个蓝牙音箱，然后顶配的话有2个脚踩传感器，一左一右。长按音箱开机，先是左脚的传感器，左脚这个是踩镲，右脚是底鼓。不过我发现绑在鞋带上有点 bug， 鞋带会有点松动，它有时候会连敲2下，扣在边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再把2根鼓槌开机，然后校准一下。它敲击的原理其实很简单，一共2个平面，水平面，然后抬高60度是另外一个平面，棒子上还会有轻微的震动。左脚是踩镲，右脚是底鼓，踩镲，底鼓，踩镲，底鼓。水平面中间的是军鼓，左手往外旋转60度是踩镲，能敲也能踩。右手往外旋转60度是3通，三通军鼓，三通军鼓，然后往上抬个60度，来到另外一个平面，面前的是2个通鼓，左边往外旋一点可以敲到调镲，右边往外旋可以敲到节奏镲，说明书上叫叮叮镲，调镲，叮叮镲，通鼓，军鼓，通鼓，军鼓。踩镲3通，踩镲踩镲底鼓，军鼓底鼓通踩镲底节奏镲，踩镲军鼓军鼓，踩镲踩镲底鼓军鼓，踩镲底鼓，踩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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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相信你也和我一样学得乱七八糟的，回头我再练练，争取过段时间敲一首完整的歌出来。这东西好处就是戴上耳机在家练习也不会扰民，不过它最好只能当个玩具来耍耍。当然了，和真的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正经学的话还是不要用这样的东西。还可以连到手机上玩音游，太鼓达人 Plus。要是像我一样第一次玩的话，就还得找一下哪个是哪个。第一次玩总会玩得乱七八糟的，甚至连鼓的位置都忘了在哪里了。不过借着这个软件来练习也是不错的。我这敲得一塌糊涂的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等我再练一会吧。就这样吧，下课。如果火鸡天天被顺，那就带个这，然后当嫌疑人打开他的那一刻，刺他一脸，不敢相信，再刺一脸。
好吧，这其实是一个打水机，专治那些喜欢顺火机的。Victory 机身是可以抽出来的，抠开这个小盖子就可以加水，不过它容量也不大，随便灌一灌就满了。不过这点剂量也够整一个人的了。喷出来的是喷雾状的水，攻击力更小，面积更大，侮辱性更强，实测下来大概能喷个40下，不过开玩笑也要适度，不要加一些奇怪的东西进去。下课。